今天婆婆又不知從哪兒弄來的偏方，非說喝了能生兒子，硬逼着我把那些符灰水喝了。府裡上下誰不知道我当初生思思伤了根本，偏她要戳我的傷口。母亲盼孙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你体谅下。思思难道不是她孙女吗？思思毕竟是女儿。女儿怎么了？我爹娘当初膝下不也只有我？我每日上朝处理事务已经很累了，你非要事事都与我論，你与母亲谁是谁非吗？算了，不吃了。夫人，这菜都凉了，你先用膳吧。撤下去热热吧。夫君可有派人回来送话？并无。今日府上的马车坏了，大人说要自己走回来。夫人再等等，大人应该快了。我去接他吧。当心！天里黑，瞧不清人。您和夫人没事吧？不是夫妻。你与这位这般不避嫌，这怎会不是夫妻啊？你这位大哥，长舟行车本该慢些，伤着人就不好了。夫人教训的是。夫人，你夫人在那儿呢。阿欢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与女先生只是半路巧遇，他害怕才与我同行了一段，并非你想的那般。我想的哪般？你定是想的龌龊了。连路过的车夫都说你们登对，你要说我多想？颜正清，我再如何也是读了些书，懂些礼法，我不会深更半夜去缠着別人的夫君說夜路難行。於一歡，你非要如此狹隘嗎？你自己不也怕黑嗎？原來你還知道。阿歡，是啊，我也怕黑，可我的夫君讓我等到天黑了才冷了。我挑着燈籠出門一趟，竟也將那車夫的車轱辘碾碎了。別哭，我對他從無逾矩，平日閒談也只是問問女兒課業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與你才是夫妻，你才是我夫人。我們回家好不好？思思還在家等我們。爹爹為何要去書房睡？是和娘親吵架了嗎？沒有。娘親，您不該和爹爹置氣。什麼？士農工商，商是最末的。娘親嫁給爹爹本是高攀，更別說操持後院侍奉婆婆，你什麼都做不清楚，爹爹根本指望不上你。你怎麼會這般說？是誰教你的？沒人教我，我自己看得明白。書上說，身為女子該3從4德，出嫁從夫。爹爹每日為了我們那麼辛苦，你不知體諒，還處處給他臉色，你不配為人妻。顏思思，這是你和母親說話的態度。你以為我很想當你女兒嗎？我寧願沒有你這樣的母親。你說什麼？我說我寧願沒有你這樣的母親。你打呀！顏思思，我今日罰你，不只為你頂撞長輩，更為你口中的3從4德。我本想你讀書明理，做個耳清目明之人，不想你竟自甘附庸。那3從4德本就是對世間女子的規訓束縛，你卻將它視為教條。出嫁從夫，與人為妻，你當是什麼頂好的事？若一朝遇人不淑，婆母搓磨，夫君冷待，你當如何？四方的天困得住人，困不住情，待真情散盡，屆時你又當如何？你若從此刻就叫那3從4德束縛了手腳，也不過是一隻籠中雀。往後不是你選了3從4德去遵守，是你只能3從4德去換人親眼相待，仰人鼻息的日子，你以為好過嗎？如夢來滿城煙光。母體氣血兩虛，這嬰孩也是自娘胎裡便有弱症，須得仔細養着呀。記下來了。你別起身，有事吩咐我就好。我就是想看看你啊。阿歡，你辛苦了。我10月懷胎，產下1女，婆母本就心存不滿，後不知從何得知此番產女傷了根本，幾次3番上門來鬧。自古男兒頂門立戶，他生個女兒有什麼用？賠錢貨。還有啊，生個孩子哪就那麼嬌氣了？想當初我剛生完你的時候，都還下地幹活呢。我看他就是仗着你疼他，可着勁兒做。母親，一歡難得睡得安穩，你別在這鬧。
他以后若生不下兒子，那我們嚴家豈不是要絕後了？你可不能。男孩女孩都是我嚴家血脈，是我嚴正清的孩子。你以後莫要再說這種話，免得傷了葉歡的心。來人，送老夫人回去。你看，爹爹多護着我們娘倆呀。所以啊，我的女兒，你要平安長大，慢點無妨，康健就好。如何了？唉，這燒退不下去，實在是沒辦法了。沒辦法了？什麼叫沒辦法？怎麼能沒辦法呢？我磕磕絆絆把他養到3歲，每日仔細將養着，生怕他出了什麼閃失。他今晨起來還好好的。夫人，你別急，你先別急。正清，那是我們女兒，她還那麼小，我那麼努力生下她。省裡那麼多大夫，一定有能救我們女兒的。那日眾多名醫會診，卻未給她謀求到一絲生機。大夫來了走，走了來，連同我的心一樣，鐵墜谷底，再無起伏。直到忽而想起我幼時命懸一線時，兄長曾為我求來一道平安符，人在絕境時，便也只能將諸般希冀寄望於神明。但求上苍垂憐，保我女兒转危為安。满天神佛啊，求你們救救我的女兒，救救她，救救她。别再空虚情意，浮生若我讨厭你，我不让你当我母親。来人，快來人，夫人落水了，快救夫人！我的女兒，你要平安長大，慢點無妨，康健就好。嚴思思，我是你母親，我10月懷胎拼命生下你，因着你自幼體弱，我是捧在手裡怕碎，含在嘴裡怕化。你3歲時被一場風雪誘發病因，一連數日高燒不退，是我3步1叩為你求來平安符。我夜夜不敢合眼，生怕再睜眼就瞧不見你。我只差將心投給你了，我哪裡對不起你了？你就這麼恨我，恨不得我去死？說話！爹爹，你別這樣凶他，他還是個孩子。許是你白日罰他過重，氣上心頭就不知輕重了些。你又何必同一個孩子這般疾言厲色？你閉嘴！我在問你，回話。是你聽不進別人勸告，我說的又沒錯，你才讓我罰站。別人家的娘親都會哄着孩子，就你每次都批評我，你不是好母親。楚先生就不一樣，他從來不會逼我喝很苦的藥，不會因為我背不出書就訓斥我，不會不准我吃喜歡的糕點，他總是溫溫柔柔的，會給我講有趣的故事，還會誇我聰明。娘親只會管着我，什麼都管着我，我寧願楚先生做我母親。嚴思思，我寡着你，是因你自出生便體弱多病，那些藥再苦也是為了救你的命。我督促你讀書，是希望你能明事理，不像尋常閨閣女子只知義父。我讓你多吃甜食，是怕你積食生病。這些你竟覺得是苛待。可是楚先生說，女孩子不要那麼辛苦，將來找個好夫婿才是正理。他說娘親那樣是不得變通，自己過得累，也讓身邊的人累。你問爹爹，你每日管的那麼多，他是不是面對女生都覺得特別累？沒有的事。來人，還不快將小姐帶去書房反省。你心裡當真如思思所說那般？小孩子有口無心，你又何必這般小題大做，錙銖必較？我小題大做？到底是我小題大做，還是你被言重，只想着含糊過去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？
我为你和女兒日夜操勞，不曾想到頭來在你們眼中，竟成了管束你們父子倆的惡人。顏正清，你還有良心嗎？我沒良心，於一歡，你說我沒良心？是，我是疏忽了，沒顧及到你的情緒。可你呢？你又何曾體諒過我分毫啊？這些年你沒給我顏家誕下男丁，我卻仍守着你一人，為言納妾之事，我對你已是仁至義盡。我在外為這個家奔波忙碌，周旋於朝堂之上，難道就輕鬆嗎？回來還要面對你的冷臉，聽你與母親誰是誰非的爭論。是我不該說思思是女兒，可這事到如此，我顏家也需要香火繼承。我心中的壓力，你又可知曉？所以是我的錯，是我不知體諒，是我逼得你去找別的女子說話談笑，是我逼得你默許旁人教壞我的女兒。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是說，你總是這樣。用你的道理、你的標準來要求我、管着我，從穿衣吃飯到交際往來，你哪一樣不管？我在你面前就像個不懂事的孩子，連和同僚喝杯酒、晚歸片刻都要看你的臉色。於一歡，我是你夫君，不是你兒子。原來我這些年事無巨細的操心，在你眼中竟是約束，是讓你不自在的枷鎖。顏正清，我管你穿衣是因你畏寒不知天意，管你飲酒是因為你次次過量傷及脾胃，我等你歸來是擔心你的安危，如今看來倒是我多事了。是，我是需要人照顧，但不是像你這樣讓人透不過氣。處事他就從不會。那你就去找你的處事，去找那個從來不管你，只會溫言軟語討好你的解語花。你看他會不會在你胃痛難眠時徹夜為你揉按？會不會在你醉酒嘔吐時絲毫不嫌棄的伺候？會不會為你生兒育女，險些賠上性命？會不會為你這個家操持算計，耗盡心血？顏正清，你說仁至義盡，好，真好。原來我與一歡10年夫妻情分，掏心掏肺的付出，在你眼裡竟只是讓你透不過氣的管束和壓力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妨寫一紙和離書，放彼此一條生路。你去找你的自在，我離了你這仁至義盡的夫君，或許還能多活幾年。阿歡，我不是。顏正清，我記得成婚那晚，你掀開我的蓋頭，拉着我的手說：“此生必不負妻。”如今你還記得嗎？我從未忘過，只是我與你未末時嫁與你為妻，祝你扶搖上青雲。自入門以來，上孝伯母，下撫幼女，從未有過半分懈怠。即便婆母苛責，我思慮你公務繁忙，也盡力體諒，從未許你出面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阿歡，對不起啊，是我氣急了，口不擇言，我對你道歉，好不好？客官，吃飯還是打架啊？我只躲會兒雨，雨小些便走。去，沒錢還想見我們屋頭躲雨啊？別擋了我們財神爺的路啊！我和你出月。可摔疼了？不敢逃的姑娘，我沒事。你幫我拿一會兒。什麼破財神爺，雨天都不歇班，大道這般寬，左不行右不行，非得往這書上貓着的角落裡去。那處有什麼啊？有什麼？開門做生意，論的是義字當頭，八方來財，人不偷不搶，連碗水也沒討，躲個雨怎麼了？哎呀，小姐，這客棧都是您家的，您都不介意，我哪敢多說什麼呀？您就放過小的吧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哼，這還差不多。多謝小姐。我識得你。什麼？我說我識得你，顏正清。我呢叫於一歡，我爹說虞美人，悲情之花，亙古之意猶在歡喜，能記住嗎？能。米都漲價了，你倒是實誠。我有點好奇，你為什麼會願意10文錢幫人寫家書？將士們遠在邊塞保家衛國，是百姓的英雄。可國下世家，他們也不過是誰人的父親、兒子、兄弟，又或是夫君。人與人之間怎會不牽念？說幾個薄字便能解相思，何樂不為？既然家書不比尋常物，何不多要些？啊！
我要是你，1两银子也要得。据我所知，严公子家中并不宽裕。于姑娘，并非所有事都能当成生意来做。严公子，读书从事也不过是为了弄权敛财，人行于世本就处处都是生意。于姑娘，我不知你这言论从何而来，可我若能读书从事，定会不忘来处，清廉为冠。人与人之间，真情实意比金银难得。那日于姑娘仗义相助，我便以为姑娘是性情中人，现下想来，是我武断。哎，严公子不愧是读书人，才高行洁，出尘不染。方才对不住。你故意的？是，做善事很多人都会，但真心做善事的人很少。严正清，你这般的人不该因金银而被诱于窄小之處。我祝你扶摇直上，可好？为什么？为人间有真情，为清官常在，更重要的是为严正清啊！严正清，你告訴我，你口中的不負究竟是不負什麼？是不負你嚴家的香火，不負你母親的期盼，還是不負你左擁右抱的齊人之福？阿歡，你明知我不是，我與那楚香文絕無苟且。有無苟且還重要嗎？你的莫須縱容已經把他捧到能蠱惑我女兒，離間我們母女的地步。你的不負讓我等得涼了菜，冷了心，連命都差點丟在自己女兒手裡。嚴正清，你方才或許是因為氣上心頭，口不擇言，但我卻非氣話。我們和離吧。你自中舉便是翰林修撰，如今也有5年，戶部侍郎的職位恰有空缺，我向上舉薦了你。但太后極重家風，後宅不寧，難堪大事。聖上深以為是，極重夫妻和睦，為人為父的聲明，你須得注意些。多謝大人，我與夫人素來琴瑟和鳴，定不負大人提攜之恩。阿歡，我知道你正在氣頭上，說的都是糊塗話。和離，絕無可能。嚴大人是覺得我於一歡連求娶的資格都沒有了嗎？不是你沒有資格，而是你我一朝和離，你讓我嚴府顏面何存？我在朝中同僚面前如何自處？於是他那幫人正愁找不到彈劾的由頭，結髮夫妻驟然離散，你讓聖上如何看我？一個連家宅都治理不平的官員，又如何能擔當重任？所以嚴大人的官聲比我的性命還要緊。阿歡，何必說得如此嚴重？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我會補償你。母親那邊我會嚴加約束，楚香文我明日就打發她出府，永不讓她回來。思思年紀小，受人蠱惑，我們慢慢教，總會好的。這府裡以後只你一人，我然後呢？繼續做你體面的嚴夫人，守着這冰冷的宅院，看着你們父慈女孝，假裝一切都沒發生過。嚴正清，你的官聲是聲，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嗎？我的心就不是肉長的嗎？那你想我如何？難道真要鬧得滿城風雨，讓所有人看笑話，讓你我乃至於家都成為京城的談資嗎？阿歡，你向來識大體顧大局，識大體顧大局，就是讓我打落牙齒或血吞，咽下所有委屈，成全你嚴大人的錦繡前程。我告訴你，嚴正清，這個大體，這個大局，我不識了，也不顧了。我要與你和離。於一歡，別這樣任性。律法有云，夫妻一決方可由官判離。你我之間尚未至此，這和離書我不寫，你便走不了。你是我嚴家父，生死都是。好一個生死都是。嚴大人既然要講律法，那便講吧。我累了，嚴大人請回吧。只是這夫妻情分，從今日起盡了。哎呀，好你個嚴正清啊！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供你讀書做官，如今你為了個不下蛋的媳婦兒，就要把你新娘趕出家門，天打雷劈的不孝子啊！你讀了那麼多聖賢書，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。母親，您在家中日日生事，攪得家宅不寧，甚至縱容外人教壞思思，險些釀成大禍。去別院清靜一段時日，對您對這個家都好。兒子這也是為了這個家着想。我呸！為了這個家，我看你是為了屋裡那個喪門星，他給你灌了什麼迷魂湯啊？
娘都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他就别想安生。还不快将老夫人送上马车，送去别院！阿欢，你看，母亲我已经送走了，日后绝不会再有人给你弃受。楚香文我也已打发出府，这样你总能消气了吧？严大人行事果然果决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样做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为了我？难道不是为了你严府的清静，为了你严大人的官声，或者说是为了平息我的怒气，免得我真豁出去闹开，损了你的颜面？阿欢，你怎能如此想我？我自然是心疼你受委屈。今日你能因局势不利，便毫不犹豫地将生养你的母亲送走，来日若有必要牺牲我，牺牲谁，想必严大人也不会犹豫分毫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首要考虑的从来都是你自己的利弊得失。于一欢，你送走谁，留下谁，都是你严大人的決定，與我無關。你不願和離，那你我就先分房，等你想清楚了再說。等會兒去和娘親好好認錯，若實在不行就哭，你娘總會心軟。好。去吧。娘親。何事？爹爹說您不要我們了，是真的嗎？思思，有些事情你現在還不懂。娘親別走，思思知道錯了。爹爹說楚先生看似對我好，實則在教唆我成為一個無知無識、只能養人鼻息的玩物。娘親才是真正為我盡深遠，盼我即便離了父兄家族，也能獨立於世的人。是真的知道錯了，再也不聽從娘親了。思思以後一定乖乖喝藥，好好背書，你別不要思思。我討厭你，我不要你當我母親，我寧願楚先生做我母親。思思，娘親不是不要你，只是娘親和你爹爹之間出現了一些無法彌補的問題，娘親留在這裡會很痛苦。可是爹爹說他知道錯了，祖母也走了，為什麼娘親還要走？娘親還在怪思思是不是？方才那些話是你爹爹教你的吧？不是思思的錯，是大人之間的問題。你爹爹他或許是個好官，但並非良人。思思，你還小，娘親只希望你將來能活得明白些，莫要像娘親一樣。於一歡，你的心是石頭做的嗎？女兒這般苦求你，你都無動於衷，你就如此鐵石心腸？顏正清，利用質子來達到目的，你真是卑劣至極。你看看他此刻的傷心有多少是真，有多少是你教出來的？你口口聲聲說疼他，便是這樣疼他嗎？讓他成為你捆綁我的工具？我不必再白費心機了，這親情牌打不動我了。你走，你現在就走，反正你從來都不喜歡我，只喜歡管着我。楚先生比你好1000倍1萬倍，你走了爹爹就能娶她，我讓他做我娘。葉思思，我可沒教你這些，童言無忌，你別當真，我與楚香文之間真的清清白白。我不在乎了。家以後聽見美之。夫人打聽清楚了，那楚香文自打被辭出府後，果真沒有離京，一直在大人下朝必經之路徘徊，怕是還沒死心。沒死心就好辦了。夫人與大人置氣多日，當真不打算再……怎麼？你還盼着你家小姐和她破鏡重圓？我就是覺得您這些年在嚴家耗費了多少心血精力，若就這麼一走了之，豈不是過往心血都付之東流？若捨不得過往付出，才會被那段婚姻吃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。發覺不值得，盡快抽身才是最要緊的。
楚姑娘還沒離京啊？也是，除了依附男人，你又能去哪裡？夫人说笑了，香文只是掛念大人和小姐。掛念是掛念这府中的富貴吧？不過你放心，只要我於義歡還是這嚴府的主母一天，你就永遠是個上不了台面的玩意。夫人何必如此刻薄？大人他他如今為了官升，自然是要做足夫妻情深的戲碼。但你猜，若我真豁出去鬧，他是會選擇保你，還是保他那來之不易的官位和名聲？哼！你以為你年輕貌美，懂得討好男人，就能取代我？做夢！大人之心，豈是你能左右的？能不能左右，你大可以試試，看看他是要你這點新鮮勁兒，還是要他苦心經營的官聲體面。只要我不死不和離，就算你爬上他的床，生了10個8個兒子，也一樣是沒名沒分的野種。哼！這輩子你都別想越過我去。嚴正卿愛惜羽毛，說他不合理，我怕是難有出頭之日。孩子，若我能有個孩子，尤其是兒子，到時候大人必定心軟，老夫人也會竭力促成，那就由不得你不點頭。大人，飲酒傷身，用些湯羹暖暖胃吧。出去。大人近日清簡了許多，我看着實在心疼。夫人她性子剛烈，一時不肯轉還，讓大人受委屈了。我知道大人重情重義，不願背棄髮妻，可夫人她既不能體諒大人官場不易，又未能為嚴家延續香火，還那般強勢不容人，大人可是倦了。大人，香文不要名分，什麼都不求，只求能留在大人身邊，哪怕為奴為婢，只要能稍稍寬慰大人之心，於願足矣。若上天垂憐，能賜下一兒半女，延續嚴家血脈，香文此生便再無憾事。若大人不願，香文立刻遠遠走開，絕不叫大人為難。你當真什麼都不要？香文只要大人片刻垂憐，願以此事解大人萬愁。流過血帶着秘密，試探着耳語，揭開最後謎底。如今嚴府上下都在傳，說那楚氏有身子了，您怎麼還坐得住啊？他倒是不讓我失望，也不枉我給他這機會。夫人，若他真生下兒子，只怕他……怕什麼？我正愁沒機會脫身，他這胎來得正好。你去想辦法讓老夫人那邊也知道這個消息。他雖在別院，但府裡總有他的耳朵。我就知道，正卿不會真守着那個不下蛋的母雞。香文那孩子一看就是個好生養的，快備車，我要回府。我的金孫可不能有半點閃失。喲，還擺着大夫人的架子呢。哎呀，我們嚴家真是倒了8輩子血霉，娶了你這麼個善妒不容人的媳婦兒。見過夫人。哎呦，你如今懷了我們嚴家的金孫，就是最大的功臣。於是識相點，趕緊把正院給我騰出來，讓香文好好安胎。你自個兒搬到西邊小院去，以後晨昏定省，好生伺候着。若是香文和她肚子裡的孩子有什麼閃失，我唯你是問。何必在意太伶俐。婆母，别說什麼，楚姑娘有了身孕。哼，裝什麼裝？趕緊給我！夫人，您怎麼了？快來人啊！夫人暈倒了。怎麼回事？好端端的怎麼會暈倒？回大人，老夫人帶着楚姑娘過來，說楚姑娘有了身孕，是嚴家的功臣，讓夫人立刻騰出正院給楚姑娘養胎，還要夫人日後晨昏定省去伺候。夫人一聽就氣得昏過去了。於是你少在那裡裝死賣活，成婚這麼多年，但沒下一個好的，倒學會了一身拿橋做菜的狐妹子功夫。我們嚴家真是倒了血霉。如今香文懷了我們嚴家的種，那是天大的喜事。
你作為正妻，本該主動張羅着迎他進門，開枝散葉才是家族大義。你倒好，在這裡裝暈擋道，你安的什麼心？我們嚴家要不起你這樣善妒不容人的媳婦兒。哎呦，這嚴家老夫人如此凶悍，一嗓子嚎得人尽皆知，嚴夫人的日子不好過呀。都說家醜不可外揚，這老夫人是生怕別人不知道啊。婆母說的對，是我不孝，未能為严家延續香火。如今楚姑娘既有了身孕，自是天大的喜事。我这就去为楚姑娘安排院落，絕不敢耽誤嚴家子嗣。啊，他與易歡今日怎如此共順了？你病着，添什麼亂？好生躺着。母親，你非要鬧得家宅不寧，讓所有人看笑話嗎？易歡病着，你少說兩句。我還不是為了你後繼有人。你若真為我好，就不該回嚴府鬧這一出，給外人看閒話笑話。去，送老夫人回別院，把外邊看熱鬧的人散了去。我走可以，但香文和她肚子裡的孩子必須留下，這可是我們嚴家如今唯一的指望。要是他們娘倆出了半點差池，我絕不答應。夫人，楚氏可以留下養胎，但必須安分守己，待在偏院，無事不得踏出半步，更不准再來打擾夫人休養。是。哼，不用請我，我自己走。阿歡，你看，母親已經送走了，楚氏那邊我會嚴加管束，絕不讓他再到你跟前惹你心煩。他腹中孩子終究是無辜的，也是我嚴家血脈。大人決定就好。好生照料夫人。無辜的嚴家血脈，嚴正清啊，嚴正清！當初我生思思傷了身子，你抱着我說，男孩女孩都是你的骨肉，只要我平安就好。原來都是假的。一旦有了選擇，你的承諾便如此不堪一擊。曾經，這鏡中映照過少女懷春的羞澀，映照過新婚燕爾的幸福，映照過初為人母的溫柔，也映照過無數次的等待、失望和淚水，而如今只剩下一片沉寂的荒蕪。好在我早已將心收了回來，你的承諾是假，你的深情是虛，你嚴家的門檻，我於易歡不稀罕在他了。傳信給兄長，就說我過幾日要在這嚴府唱一出大戲，請他過來看個樂。一月不見，夫人看着憔悴不少。夫人落到今日這步田地，說句不中聽的話，你也未必全然無辜。您啊，就是太要強了。府中事務您大包大攬，生怕旁人沾手一分。對待大人更是處處規制，從衣食住行到交友往來，哪一樣您不過問？這男人呢，尤其是像嚴大人這樣的朝廷棟梁，哪個喜歡被妻子時時指手畫腳，處處掣肘呢？說完了。我也是好心提醒夫人，若不是您自己將夫君越推越遠，旁人又怎會有機可乘？說到底，怪不得別人，是您自己不懂男人心。哼，楚姑娘這番高論，倒是和你平日裡教授思思的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只需討好夫君的論調一脈相承。可我於易歡持家理事，規勸夫君，皆是為了嚴府門風，為他的官聲考量。莫非依你之見，主母理應放任夫君沉溺享樂，才算得上是懂男人心？我不是這個意思。你蠱惑思思，離間我母女，如今還敢在此大放厥詞，嚴正清瞎了眼，看不透你這點心思。我於易歡卻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你的好意，我消受不起。我只告訴你一句，靠曲意逢迎得來的，終是鏡花水月。你且看着，沒有了我這個不懂男人心的正室在前面擋着，你這朵解語花能在他嚴府的後院裡鮮豔幾時？但我生下嚴家長子，我自是。吩咐你的事辦得如何了？已經把消息散去茶樓酒肆了。現如今恐怕滿京城的人都知道他嚴大人家的這樁風流韻事了。他嚴正清既要臉面，不肯和離，那我就撕了他的面皮。楚香文想借此上位，我就成全他們，讓他們牢牢綁死。這火燒得越大，我脫身才越容易。於易歡，是不是你私布的消息？
嚴大人動什麼怒？楚姑娘有孕是大喜事，何必藏着掖着？難道大人打算讓嚴家血脈一直沒名沒分？如今正好，全京城的人都替大人看着呢。若大人不給人家一個交代，恐怕嚴官的折子能淹了您的書房。你好毒的心計！比不上大人您利用女兒縱容外室的手段。如今輿論洶洶，大人若想在朝中立足，唯有兩條路：要麼一碗藥下去，一了百了，保全您的官盛；要麼風風光光把他抬進來，坐實了這風流債。至於我，一個被夫君背叛、被外室欺辱的正妻，請求和離，不過分吧？想必御史大人和天下百姓都會覺得合情合理。于一歡，你如此處心積慮、迫不及待要出身離開，是不是因為你根本就從未真心愛過？在你眼裡，這場婚姻我嚴正清是不是就如同你於家的一樁生意？有利可圖時便費心經營，如今覺得虧了，便立刻止損撤資，毫不留戀。嚴正清，到此刻你還只會用惡意來揣度我，給自己開脫，真是可悲又可笑。我愛沒愛過，你心裡當真沒數嗎？我愛過，愛到忽略門戶之見，帶着10里紅妝嫁入你嚴家，愛到明知婆母刁難，也一次次忍氣吞聲，只為你那句體諒。愛到九死一生，生下思思，傷了根本再難有餘，也從未後悔。你說我把婚姻當生意，好，那我告訴你，這樁生意，我於一歡投入的是全部身心、前程乃至性命。我費心經營，殚精竭慮，盼的是夫妻和順，家宅安寧。可你呢？你回報我的是什麼？嚴正清，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投資。天地老去，流年匆匆如筆，月光每寸朝夕待花期。恍惚千年未過，隨風落入你掌心。連哥哥也不認識了。哥，你來了。來接你回家。星瘦了，他拖着你不肯和離，為什麼不找哥哥幫忙啊？得父兄庇佑多年，總該有自己收拾殘局的能力。況且當年是我執意隨他上前。我寧願你還是當初那個受了委屈，只知道鑽在我懷裡哭的小姑娘。這樣的你，哥哥看着心疼。小姐，忙了一天了，歇歇吧。如今生意都步入正軌，您不必事事親力親為。不能鬆懈，以前困在深宅，眼中只有四方天地，夫君喜怒，婆母心思。如今才知道，天地廣闊，自有無限可能。是呢，如今誰不常年一生於東家，可比之前做那老嬸子嚴夫人暢快多了。暢快與否，倒不在稱呼，而是能憑自己心意做事，靠自己能耐立足，不必仰人鼻息，不必患得患失。嚴府近日如何？還是老樣子，雞飛狗跳。聽說嚴大人官場不甚得意，處事和老太太3日一小吵，5日一大鬧。至於小小姐，似乎過得並不開心。有處事做他娘親，他必也算得償所願了。寶兒乖，張嘴，再不好好吃飯，娘要生氣了。連孩子吃飯都哄不好，不能安靜些嗎？你說的輕巧，這孩子也不知隨了誰，脾氣犟得很，為頓飯像打仗似的，我拿他能有什麼辦法？你這官越做越小，連府裡下人都裁撤不少，孩子身邊少人照料，自然……夠了！一頓飯都不讓人吃安生了，你是孩子母親，2個孩子都哄不好，鬧得家裡成日雞飛狗跳，不是這不行就是那不行，哪裡有一點當年？當年什麼？當年於一歡在的時候嗎？是，我是比不上他娘家富裕，會打理生意。可夫君別忘了，是他不要你了，是他鐵石心腸要和離走人。如今倒是念起他的好了，可惜呀，人家在外面風風光光，怕是早記不得你嚴正清是誰了。你不可理喻！不哭，你就會凶我。有本事去把官升回來，有本事讓於一歡回來啊！冲我們母子耍什麼威風？看什麼看？等我去把你弟弟衣服洗了。知道了。算了，我去書房。一點小事都處理不好，我又有何資格說他
這偌大一個家，官场虔誠，内宅安寧，我竟是一樣都握不住了。就这樣吧，能看着他平安喜樂，能名正言順地站在他身後，替他守住這份家業，讓他再無後顧之憂地去翱翔，便足夠了。夢再次閃爍。他回來了，就坐在隔壁，呼吸着同一片空氣，可感覺那麼遠。清風哥哥，給你吃。謝謝。那時她是余家嬌憨的小姐，我是被余家收養需謹言慎行的孤兒，能守着她便是天大的恩賜。她嫁人那日，我笑着送她出門，回來吐了一口血。原價並非200，可我連說不的資格都沒有，只能拼了命的幫她打理好嫁妝，盼她手中有錢，腰杆能硬些。田正清，你怎敢薄待于她？她那樣好，怎會有人捨得讓她傷心？我快馬加鞭，披星戴月的朝京中趕，終於在嚴府門前看到了那個日思夜想的人。一別數年，我只敢極力克制，衝上去抱住他的心緒，連哥哥也不認識了。哥，哪裡是平安節在動，是我的心在動。